今天我们要去的巡逻位置，蚂蟥的腹地，干眼胶带把这个口封死，它还是会钻进去。这密密麻麻的，再刀一下。那不开道的话不好找，根本就没路，全是民警自己劈出来的。这，对，对清。哦，对，这，它投起来了哦，小心一点。这条路就是巡逻的实际路况，最真实的背风箱也是摩托的这个地面图片。蚂蟥认得你，才算摩托认识了你。这里是西藏的另一面。雅鲁藏布江在这里切开世界上最深的峡谷，7000米的垂直落差，把从寒带到热带的多元气候压缩在同一条河谷里。高原孤岛上，封存了北半球最完整的生态链条，但摩托的完整，恰好是它的困境。世人奔赴摩托，只为一睹秘境风光。可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才懂，所有抵达者都悄然成为了这里的守护者、戍边人。11公里的这个路段，塌方都有10几处，石头都在头上飞，那种情况就没有想其他，就只能往前冲。你先要有人，然后才会有这一片土地的发展的可能。万里国境第4季，我们沿着扎莫公路深入摩托腹地，在制边稳藏的最前沿，见证这里的守护者用脚步丈量国土，让摩托从秘境变成家园的故事。好电器，格力造。本节目由山河守护通行者格力电器赞助播出。格力真好。好，停车。来，把证件拿下来，下车。这几天一直在下雨，沿线那个往地洞村走的时候注意安全啊！那些大的塌方点不要让那些小车先过去，好吧？好。2013年，扎莫公路全线通车，结束了摩托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线的历史。这座边境新城，从未因路通而松懈一分。解放大桥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游客能到达最远的一个地方。往下西浪村、底边村它是不能走，然后往上这个潘木公路现在还没通行。解放大桥现在过不去，好吧？那天路没通，你掉头回去，好吧？把证件拿下来，下车。现在摩托这边的话，第一个野生动物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再查一些违禁品啊，这些都会查。解放大桥横跨雅鲁藏布江，连接墨脱县和贝崩乡以南区域。再往前，便是边境管控的纵深地带。所有外来的工程车辆都在这个检查点接受查验。在这座桥的两端，民警戴青望家已经奔波了6年。他的多数出警都是奔赴各类救援。刚修好的路，也许一场暴雨过后便面目全非。有时候这个塌方啊报警，他没办法报警嘛，没手机。我们执勤人员就每天要做的就是看这个江面，从那个拐弯那个点，那些树啊、木头啊冲下来的那些，我们一旦发现那种痕迹的话，就到派出所，然后沿线去巡逻排查，都这样。以前这上面可以走那个小车、皮卡车都走。前几年才把这个新桥接过来的嘛，执行任务。那时候这个桥没办法，就是全封闭，然后我们都是24小时值班，
白天的时候在桥尾，晚上的时候桥头2个人，桥尾这边2个人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半夜凌晨2点钟，就值班人员要去查岗。查岗的时候，这上面就有时候那个就起雾嘛，起雾能到这个位置，就是一片漆黑那种，有点虚。那时候走的时候，实际桥这200多米嘛，200多米，我感觉有个1公里左右，就走得很漫长。每结束一天的山路凶险，听着江水唱和，才能进入梦乡。听着睡得也舒服一点，在桥上已经习惯了。不善记名字的百姓，给魁梧的戴青取了外号“牦牛”。他们就叫这个牦牛警官呀，或者胖警官呀，就是说这种老百姓。这是辖区的群众对我的一个认可吧，我感觉也是比较高兴。有时候确实，因为看着膀大腰圆，力大无穷。他说刚刚那个说的假话嘛，就是胖胖的嘛。质朴的称呼里，藏着最纯粹的信任与亲近。那时候就背焖乡的话，没有说是这些修路的呀，这些根本就没有工人，外地的从来没有。然后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就是这个村地洞村，地洞村来了一个外地的老百姓，马上报警打电话，他说我们村里来了个外地的，有点可疑，你们下来看一下。我们也跑下来，小孩的，取名字了吗？我们所里跟就是这个村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一家人。在忙啥？啊，今天没编那个竹子吗？现在问一下，就是家里情况怎么样？你排那个学你还得我们就是没通路之前就在这当背夫的嘛。他不会讲藏语，然后汉语的话他只听懂一点，但是他不会说。几个小孩往外，就是有些在外面成家的成家，然后就是嫁出去的也嫁出去了。他的话基本上半辈子都是靠着这种就是背负。他之前没通车之前都没想象过，车子这种国家把那个路都能修到自己家门口来，基本上，然后他自己也表达不出来这种感动的那种。整个背焖乡或者木头县，真的发展的比以前好多了。像以前的话，你没有就是那种驻守在这边的这个决心，或者是有那个坚韧的话，你完全待不下去，真的。派针备那个物资，头一天翻多凶拉山，虽然是爬山嘛，然后到那个拉格嘛，拉格要住1个晚上，单边过来都要走4天。从背焖到地洞村救援，走过来我们都要3个小时，一个人拿绳子，一个人拿铲子，就是徒步跑过来，都是这样过来。你过来的时候，石头都在头上飞，快下雨了，然后抓紧时间给它装上。那你没办法后退，群众打电话，没有想其他，就只能往前冲。雅江南岸的每一处边境村落，都是戴青望家最熟悉的土地。每个村每户，然后这些年轻人老一辈的，都已经就打成一片了。你再让我离开这里，我确实有点不舍得。融入墨脱，就要接纳它的险峻与纯粹，这是边关独有的生存法则，也是守边人唯一的坚守方式。巡边，边境派出所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。然后这一侧的路段又比较特殊，因为将近快1个多月没走过了嘛，路况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徒步巡逻充满艰辛和危险，但也是打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最直接有效的工作举措之一。每一次进山，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本地辅警，也会全副武装，分毫不敢松懈。留意脚下啊！
在西藏闯热带雨林，这样奇怪的组合只会发生在墨脱。好的，来。在贝崩边境派出所有个不成文的传统，将马黄山的巡逻作为刑警的第一课。留意这上面啊，山上的话就是眼镜王蛇呀、黑熊、孟加拉虎，还有这个竹叶青、蚂蟥。戴青旺家第一次走完马黄山时，警服被染成了红色。第一次见那个蚂蟥，然后就没经验，就把它拔下来了。拔下来后流血，血量多了，然后蚂蟥就闻到这个血腥味，就往身上跳。到底下的时候一看，全是蚂蟥，脚里面估计有10几个了。来，竹子，这有点紧张了。蛇不会主动攻击人，这是老百姓教的。哎，跑了。这片丛林里的大多数危险，从不会无端造访。所有风险，都源于人闯入了野性自然的领地。慢一点。哎呦，山是活的，树在疯长，几天不走，路就被植物吞掉了。上次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个位置，每次巡逻的时候，这个路况都是会在变的。成为墨脱人，就得和他活在一起，这是墨脱的方式，也是唯一的方式。就在这休息吧，休息我休整一下。累不累？身上感觉有没有蚂蟥？有。现在表面上的蚂蟥该清的就清一下，待会儿，然后身上的那些先别动，流血多了，前面这往前走，蚂蟥更多。前期有一个就是游客，就是问过一个问题，他是一个退伍老兵，我记得是，就是站在那个解放大桥有个红线，他踩在那个线上，他说你觉得驻守在这里就戍边的意义是什么？格当乡在墨脱县城东北方向，沿山腰公路行驶，海拔逐渐抬升，沿路风物也悄然从芭蕉、阔叶林过渡为松树与灌木，空气中的潮热感褪去。连续降雨让山体吸饱了水，路边一处岩壁上，原本紧贴路面的水帘长成了瀑布，雨量大时会直接翻过路基，淹没小半边车道。格当还算比较平了，上面那块坡特别陡啊，您骑自行车进去要稍微注意一点。哦，对，那旅途愉快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再见。真挺有勇气是吧？自己一个人一辆车就这么进来了，太厉害了。咱们格当今天下了多少天？连续下雨了，有没有半个月了？就差不多2个礼拜了。今天的车流量还好，就跟平时差不多，但是路通了之后，这个车流量每天都在增加。219国道刚刚通车，专程来格当的游客不多，路上往来多是本地居民和工程车辆。219不是通了吗？你们稍微小心一点，注意一下对方的车辆啊。好，走吧。但格当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仍在道路两头设置卡点，引导车辆减速慢行，同时观察山体有无松动的迹象。哎呦，有车来了，烈哥，有车来了。好的，收到。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从那个茶余吗？对。今天应该是出啊，从墨脱出县城。如果要是碰到了，万一发生点事故，是咱们逆行的全责。咱们今天进县城是逆行。好的，一定慢一点。哎，好的，好，再见啊。1年前，一篇我不是墨脱的客人被人民日报转载，作者李倩
是格当边境派出所唯一的女民警。游客是吧？今天要从219回去吗？对呀。你们停车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，这边经常有落石，格当已经连续下了20多天的雨了。很多人从他的文章里第一次认识了墨脱。戴青面对墨脱，是沉默，是硬扛下来；而李倩，则是让这里的日子变得丰富起来。这边，这就是我们格当最热闹的商业一条街。是这样的，就到这儿，可能也就20-30米吧。然后我们现在这商业一条街饭店一共有4家，然后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组成了商业街的构成了。几乎每天下班只要没什么事儿都会走一走，为数不多的消遣吧。北方人的爽利，在藏地慢悠悠的节奏里，反而长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清静。是因为我的性格，所以促使我能在这个地方长久的待下去，比较乐观，然后跟随遇而安吧，我觉得。工作之外，学藏语，学无人机，学农活。比如说，我觉得今天的晚霞特别漂亮的时候，我会飞一下。其实从航拍里面看，它就是一个众山之中的一个小村落。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拿10年前的格当来比的话，10年前地图上可能都看不太到格当。一个没有游客驻足的乡镇，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去成为这里的一部分。乡里的人员主要是本地村民以及修路和基建的工程队。在清理石块吗？装石头。哦，往这里面填石头是吧？行，好嘞，好嘞。哎。所以派出所的一项固定工作是进山前往工地检查流动人口，排查隐患，调解纠纷。它的本来就是板房，然后对面就是我感觉有75度以上的那个坡，然后随时都在滚落石头。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门口，他们抽根烟还需要看着点地方，如果有石头小石头砸下的话，还要让一下，就这么恼火。1年300多天泡在雨里，一山四季被揉碎在同一条山坡上。这条路刚修的时候，修变道的时候特别危险，下去就全是悬崖。在墨脱，还有另一种与世隔绝。10天半个月左右要上来看一趟，因为他们到就是格当乡也挺远的，也不怎么下来。修路的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，在这个中国最需要路的地方，一米一米的绝境。那你们工资有没有按时发嘛？你们工资有没有按时发嘛？对，你工资发了没有？工资有没有按月发？然后劳务合同有没有签？然后进来的时候边防证啊这些有程序，所有的程序有没有走？在这上面晚上冷吗？像我现在还好，现在不冷。被子这些能不能保障？保障。那你从来没下去过？下去嘛，也有时候20天，有时候半个月就下县城嘛。咱在这儿赚的也真的是个辛苦钱啊，把自己的这个钱守牢了，别让别人坏人骗走了，是吧？赚点钱回家开开心心的过年，是吧？这条路修好就往其他地方去嘛。对，感觉就是那个自己的劳动成果嘛，哎，反正给很欣慰。修路人心里没有伟业，路通了，车走了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，也许此生都不会再走一遍自己修通的路。很多人一辈子也不会觉得自己做了什么特别的事，他们或许只是为了生计来到这里。但正是这样无数的普通的人，在中国地图上留下了毛细血管般的线条，通江达海。我想让它整成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其实不管是写稿子还是什么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是积累，这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。
李倩为格当拍了很多照片、视频，写了很多文字。在这里，她从不觉得自己在对抗孤独和闭塞，他鬼女。而是在漫长的雨季里，学会了不将就、不慌张。她耐心地等，等着那些记录下的瞬间变成故事，等着它们变成更多人看见格当的入口。等219国道全面通车，她想看到格当会变成什么样。哇，真的好好呀！哇，快吃快吃快吃！激动了，真的是这边茶叶真的好得很，你看嘛。采茶赶时节，派出所的民警就跟着一起上山。对，他说的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去他家吃饭，喝一点茶。谢谢阿佳，谢谢阿佳。采完了茶，家里的酥油茶煮好了，碗筷摆好了，就等人坐下。收了一个女儿，他说带上牧场里去牛奶随便喝。妈妈接，妈妈。活干完了，人也熟络了。他们不只是来帮忙的，也是来一起过日子的。以前我们是直接喝山泉水的，但是泥沙和杂质也多。现在有了净水器，过滤得很干净，然后老人小孩喝着也比较放心，还能直接出热水，喝温水泡茶也比较方便。花花，花是不是？漂不漂亮？花花。3点这车的打死了。没有。好了好了。多焖一下5分钟，我放了杂粮。没有。走啦，回家吃饭啦。新买的电饭锅等了老许前面是吧？但是我们觉得火柴香味要着，尤其是加上这么多。我专门挑的呀，以前的那个旧锅涂层都掉了，而且煮米饭也容易粘锅。现在这个锅就没有涂层，我们用着也能放心，而且加了杂粮也能煮透。哈哈，给哥哥姐姐们进来吃饭了，来啦！哇，真的好丰盛啊！我看到好像。那你要抓紧了。教导员欧龙在墨脱也是9年了。他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觉得手边就得吃苦，吃苦就是光荣。他说：“你觉得驻守在这里就戍边的意义是什么？”我当时想了好久，真的想了好久。但是一晃这些年，其实守边是让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连吃苦这2个字都不用天天挂在手边。这是我的你的星星。墨脱这个群众，他们需要我的时候能想到我们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驻守的意义。隐秘的莲花，曾经孤悬于天堑之外，让每一个陪伴他的人踏足了离家最远的土地。我孩子出生不到1个月，我就休假结束了，然后就过来了。到现在9个月，爸爸记得。我有时候打视频的时候，他会喊那个爸。他们说我们都是嫁到了葛当来的，就是自己的老家是娘家。人心若是扎根，绝境便不再荒芜。还是很感谢你们，好多人从年轻到中年，甚至退休都在墨脱。这种奉献其实很难做到的。纵使天高路险，山河阻隔，他们仍在这里安放好了乡愁与初心，更与世间美好不期而遇。那些经年累月的守候与磨砺，都在这片土地的蜕变中拥有了沉甸甸的价值。山河向好，百姓安稳，边疆永安，这便是每一位墨脱戍边人
不负坚守的最好答案。